下大雨的。像我们住在靠近大坑这个地方呢，其实还蛮容易下雨的。那这时候你就需要有一个好伙伴，洗脱烘的洗衣机。那我这一台呢是美国富吉利的洗脱烘滚筒式的洗衣机。像这种就是礼拜天的下雨天，然后你可能明天上班上课要穿的衣服，你就可以赶紧紧急用这个迷你洗脱烘的行程，那赶快把明天你需要穿那套衣服赶快洗好烘干。那我觉得洗脱烘还有另外一个好处就是说，它本身的那个用水量会比较省。像我们家虽然是两个人的小家庭，但其实基本上我们的水费啊，真的是超级省的，就是一起是2个月嘛，一起2个月是不到200块。那我觉得洗衣机算是占很大的功劳之一啊，因为它的耗水量，如果是传统直立式的话呢，会耗蛮多的。那它这边来说呢，其实呃，因为滚筒式它是横握的嘛，那直立式它耗的水量会比较多。我以前在大理的时候呢，是用直立式的这种传统型的洗衣机，当然买起来这便宜，一个可能大概5、6千块，一样是12公斤左右的。我这一台呢也是12公斤，然后烘衣呢可以到8公斤。那在一样洗衣是12公斤的情况之下呢，这台的我觉得真的比较省水，然后在电费上应该也会稍微比较省一点，因为它是变频的，我记得它是变频啊，看到了，这里有个变频的标签，所以它真的是变频。OK，整个整体使用起来，我觉得它应该也算是有比较省电省水，然后再加上其实它在洗的时候啊，我们可以看到它其实有很多种的行程可以去选择，然后也有那个定时的功能，我觉得很棒。之前这种直立式的也有定时的功能啊，可是就不知道为什么一直设定不起来。然后很特别的是，它这边啊，其实它在洗的时候呢，它的水温是有变化的。比如说它可以用温水快洗，温水快洗大概就在40度左右。那我觉得真的用这种滚筒式，在整个洗净力或者是整个省电的使用程度上面来讲，我都觉得非常的不错。那在这边推荐给大家，就是当你住在这种比较潮湿的地方的时候，你一定需要有一台这种就是洗脱烘变频式的洗衣机。各位可以看到，现在外面在下雨嘛，那我们把镜头切换一下，我们可以看到现在在我们室内，温度是28.2度，然后相对湿度呢是76%。另外，这个潮湿地带必备的生活家电呢，就是除湿机啦。来看一下我们的这台夏普的空气清净除湿机，它现在显示的湿度是74%。那为什么会需要它呢？因为我讲真的，这边真的太湿了，所以你一定呢需要在这种下雨的天气，里面除湿机给它打开，然后帮你去除室内大部分的湿气。那这台的规格呢，跟大家分享一下，就是它一天呢最大的除湿的能力呢是10公升。那我觉得以我们室内差不多15平的这样子小空间来讲，我觉得是非常的够用，而且可以一次处理3间房间。这台在我们叫它小青，那它有除湿模式、干衣模式，还有空气净化，还有抑菌防霉。那在我们家煮饭的时候呢，一定会开这个空气净化的功能，因为我们家是属于这种开放式的厨房，所以如果说我们在做一些比如说牛肉煎牛肉的时候，或是煎鱼的时候，那基本上那个味道是没有办法透过抽油烟机完全排解掉的。当我们在处理一些味道比较重的肉品的时候呢，我们也会选择使用气炸锅来协助料理，因为气炸锅出来的话呢，它的味道呢就比较不会那么重，所以这个气炸锅的设备呢也是很推荐给大家。
这是顺带一提。那回过头来，像现在湿度这么高的情况之下呢，所以我们非常需要使用这个除湿机的功能。那再来除湿机的功能呢，因为我们家是2房1厅，所以它可以很大面积的包含去做这3个空间的大规模除湿。那基本上我都要开着，然后人出门再回来，就会发现，家里面呢变得非常的干燥清爽。那还有就是这个衣物干燥的模式啊，那它有什么特别呢？就是像这种阴雨绵绵的天气，那我们可以发现，有时候可能衣服晒不干，那晒不干的时候怎么办呢？赶快收进来，然后你找一个架子，把你的衣服都晾起来，或者是比如说我们可能就披在沙发上，披在床上，然后你就把这个衣物干燥的模式呢，把它给打开，它那时候风速会变得比较强烈，当然噪音也会相对增加比较多，但是没有关系，因为它可以快速的帮助你在短时间内，可能比如说你开个2个小时，然后你就会发现，你披在沙发上的衣物呢，都会变得比较干燥一点。那这个衣物干燥的模式呢，基本上就是协助你在下雨天衣服收进来，但还不是很干的时候呢，你就可以去使用它。那这边水箱呢，你是可以看到，它会积满多少水量的。那因为我刚开下去，所以现在还看不到什么水量出现。那我们可以等一下再来观察一下。我们可以看到，现在我大概开下去除湿大概2个小时左右，然后大概就这么多的水量出现了。所以可想而知，如果我们今天开始除湿一整天的话，应该是可以把这个10公升的水箱给它装满的。这一集潮湿地区必备家电，我们前面提到了洗脱烘的洗衣机，还有空气清净除湿机。那我后面其实还有个杀手锏哦，那就是冷气的除湿功能啦。因为冷气的除湿开下去，就可以对我们的空间进行大规模的除湿，也是我夏天的时候最常选择的除湿方案。今天的分享就到这边啦。喜欢影片的话，请帮我按赞、订阅并开启小铃铛。有任何想法都可以在下方留言告诉我。我们下次再见，拜拜。